好，大家好，我们是大叔中文。笨叔今天帮我们邀请了一位美女嘉宾，笨叔你赶快帮我们介绍一下，我等不及了，快点。就是我特别喜欢的佳琪老师，因为我常常看直播嘛，有时候看各位老师直播的时候，就是可能过去支持一下，点个赞我就闪了。然后我有一次我就看那个佳琪老师这个在家里做意面的视频，就看着就很放松，然后很好奇，然后就有那种亲和力，想让我就是一直看下去。你不是因为想馋了想吃，所以看下去？应该是意面煮的太好吃，也可能，也可能是。但是最后，对。当时本叔还在旁边帮我做字幕，对吗？帮我对解说那个对。然后后来佳琪老师也有给我发信息说他会来西班牙，今年对吧？明年2月份对。所以我们已经约好了要线下面基去吃大餐。对，哇！对，我看他之前视频说过，你以前在西班牙生活过一段时间，学习是吗？对，所以我是正好明天要去办签证，所以加油，快了。那这个佳琪老师，你办了签证，所以你明年就要去西班牙了。对，但是只是5个星期，然后我还会再回来。对。但是这是一个什么项目？好像你告诉我是每年都会去5个星期，对不对？对，差不多。它是一个，就算是一个灵修的学校吧。灵修是什么概念？这个我以为你会说金融，或者是对，还是去找朋友去旅游，结果是对，我还以为吃喝玩乐什么你是灵修。佳琪老师灵修这2个字突然让我们眼睛为之一亮。对，老师，你意思是你每年都会去西班牙灵修吗？这个学校是有一个3年的课程，所以我是今年2月份的时候刚完成了第1年的课程，所以我想问一下2位大叔，说到灵修，你们脑海里会出现什么样的图像？我感觉像那种冥想一样，或者多少带一点点这个，有点像道家的东西一样。我是这样想，多少一点宗教性质的东西，可能一点挂钩啊，修身养性，对，但是很难想象具体，还是在学校里。我以为你只是什么参加一个项目，我不知道在学校里是什么状态，好奇怪。对，我也会觉得应该是有一个那种导师啊，就是灵修的导师来带着大家，可能参加一个什么这种一起活动的，比如在海边一大群人坐在个打。对，我不会想到是在一个学校里去。就是坐在课堂里去学这样的课程。我会觉得可能佳琪老师到西班牙一个深山里面，然后在瀑布底下一样冲。我们这武侠片看多了，那是修仙。还没有，还没到那个境界可能。所以佳琪老师，你可不可以？我几个问题。第一个，为什么你想要参与灵修的活动？对。第二个，为什么有这么多地方？为什么你选择了西班牙的这个灵修的学习？然后你到底是什么原因你想要透过灵修来让自己有什么改变吗？这个我很好奇。佳琪老师，等一下，我突然想起一个问题，我们是不是没有让佳琪做自我介绍？对耶对，你先做一下自我介绍，然后再慢慢的。佳琪老师已经很有名了，我们都觉得不用了，不过还是自我介绍一下。好，我是佳琪老师，然后教中文，现在一般都是在线上教中文，都在 Instagram 比较多，对不对？Instagram 他应该有课吧？我觉得他应该是有课的。对，我有教课，就是这个是我主要的一个现在目前的工作，然后我偶尔会教一教英语，因为现在在国内嘛，所以然后就是拍视频、做视频。灵修，好像我也看你有做这种在线的论坛，对不对？这种你说的对，那个社区我都忘了，对社区对。佳琪老师最近才开始做的吗？那个 Discord 对，我最近刚刚开始跟 Puna 老师一起，然后做这个 Discord。你是和 Puna 一起做的？
对对对对对对。那佳琪老师，你是从小就在北京长大吗？我是在北京出生，然后我在这儿待了差不多，待到我7岁的时候，然后我就回老家，我老家是河北的，我就回老家上学了。OK，对，我一直在老家上学，上到高中，然后大学，然后又回北京上的。所以其实佳琪这个状态，因为我最早认识他是在 Instagram 认识他的，对，那会儿就有一个评论，突然我点进去看一下，发现他当时在巴厘岛，我就觉得好好奇的老师在因为我之前去过巴厘岛嘛，所以我很好奇。对，所以我就想，他可能你的状态是不是和普娜老师一样，就喜欢到处去旅游。去浪，就对，去玩对，是这样的，喜欢这个词。突然来一个这么搞笑的词，对对对，所以你和普娜才能凑成一对儿，对不对？是这个状态。对对对，因为我一开始其实找到普娜老师，是因为我看了他有发过几个在摩洛哥旅游的视频。然后我旅行的第一站也是摩洛哥。最近的事情。对，就是差不多1个多月前。OK，对，然后所以我们就开始聊，就是在摩洛哥的行程啊，然后经历啊。然后你也去过摩洛哥，你也是环球旅行的那种状态。对，我当时旅行是从摩洛哥是我的第一站，所以我在摩洛哥待了3个月的时间。很久。然后我当时的计划就是从摩洛哥，然后慢慢的，然后旅游回到中国，就是可能会经过，比如我是去了意大利、希腊，然后还有土耳其，然后本来是想去印度的，但是办不了签证，所以后来我就去了印尼。印尼啊 ，OK。这是疫情前的事情。疫情间的事情。疫情间的事情。所以佳琪老师现在在北京生活。那佳琪老师，你原本的工作就是做线上老师吗？还是本来是？我在出国前，因为我是2018年然后去的西班牙，我在出国前就是在新东方当英语老师。然后当了1年多。对，然后当我教的是1对1。对，因为我觉得风格不搭。新东方我会觉得老师比较鸡血啊，或者是讲一些段子什么的，会比较更亢奋。你怎么觉得佳琪老师是那种？没有，我觉得佳琪老师风格是那种随遇而安。他视频风格就挺搞笑的嘛，不是？突然给你来个冷段子。对，但是没有那种急功近利的搞笑，是那种自然的、舒服的搞笑。我觉得。所以佳琪老师，你在新东方当老师当多久？1年多一点，1年半差不多。所以你大学毕业之后就在新东方当老师。对对，但是当时其实我是已经有了出国的打算，所以当时其实也就是想你是在新东方离职之后，然后决定出国旅游，是这样吗？在新东方去新东方上班之前，我就有这个打算了。然后但是可能就是经济上还不太允许，那我就分一点钱。OK。对。然后出国了，出国之后，那你那个时候对自己有什么打算或计划？我在旅游期间，就是前9个月，其实一直都是通过做志愿者的方式来打工旅游的。OK。然后，所以就是忽然有一瞬间，当时我是在土耳其的时候，就忽然觉得用这种方式旅得我有点累了，有点乏了。每天差不多3到5个小时的工作，然后他们是包食宿的这种。所以还比较好。然后，但是可能就是心累了，其实不是说体力上或者身体上，心累了，接受不了这个。对，旅游累了还是？对，是有一点。然后，所以当时就忽然觉得，对对对，就觉得哎，我要工作了，就是该稳定下来工作了。不知道是不是想要稳定，但是确实是觉得我现在想要把我的这个精力放到工作上面。然后，所以是从那个时候开始萌生，就是这个做自媒体的想法。为什么会萌生？是这么多 idea， 为什么你想到自媒体？其实一开始是因为我在学西班牙语的时候，我有看那个 Spanish After Hours，然后
他那个教学方法就是用那个可理解性输入的那种方法。OK， 然后所以我觉得哇，真的是让我大开眼界。然后所以其实是从看了他的视频之后，让我萌生了就是做中文视频的这种想法。对，但是一开始只是想在 YouTube 上面做。佳琪老师的第一步是在 YouTube， 自媒体的第一步是在 YouTube， 是在 Instagram。第一步是在 Instagram 哦。对，因为后来就是我会觉得YouTube 涨粉其实很慢，所以你可能2个平台都试了一下，觉得 Instagram 比较适合你，是不是？要适合就是做一个起点吧，我感觉。对，我感觉佳琪开始做这自媒体也罢，教书也罢，它是一个比较现实的考量嘛。但是他最早准备出国去旅游，然后还有一开始提到的灵修，是不是他内心的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个其实是我们其实到现在为止比较好奇的地点。你可以我们解释一下这个灵修到底是什么东西？为什么想要灵修呢？对啊，这个其实是我自己完全都没有想到的，就是我甚至在我去西班牙的时候，我都完全没有想到我会去灵修。就在那个时候，我又不知道灵修是什么。对。所以，但是有的时候你会有一种，就是你的内心会有一种感觉，就是好像我还没有找到我想找到的那个东西。然后就是我其实是在8岁，然后或者还是9岁的时候，我忘记了。然后有一天我是走在街上，然后忽然有一个问题，然后就出现在了我的脑海里面，就是我是谁，然后就是我知道8岁的时候，我还以为你8岁的时候碰到哪个人，比如拿个武功秘籍给你啊什么的。我会想我怎么可以要更多的压岁钱呢？没花钱，我还流的鼻，8岁我还流的鼻涕呢。我们不是一个层次的人，我们先听一下高层次的人怎么想。8岁的时候，对，脑海中突然冒出一个声音，对，就是那种我知道我的名字是郭佳琪，就是我知道我的爸妈是这样子，然后我是从这个地方出生的，就是可以从外界有很多的定义，对吗？但是我还是觉得，就是那我抛去这些定义之后，然后我到底是谁？对，我的存在有什么目的？为什么我来到这个世间？对。那个时候就从那个时候开始，你就断断续续有思考这个问题吗？还是把它埋在了内心深处？对，就是一个我经常会问我的朋友，哎，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然后就是一直在找答案。他们都觉得你神经病啊！我干嘛想这个问题？你是郭佳琪啊？你醒一醒，你是郭佳琪。可能你的朋友都会这样子告诉你。对，有一些是就是说没有啊，或者说有些人可能，我有一个朋友他也是会想过，但是可能就是晚上睡觉之前他会想一下，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就是接着去做。对。但是对我感觉可能这个问题就很多人都有想过。我们都到30、40来岁才想这个问题，你是8岁开始想的，不一样。然后之后是怎么你会，所以你脑海中其实已经深埋着要追寻这个问题的答案了，对不对？对。然后就是后来去了西班牙，我就是当时其实是慢慢在熟悉那边的环境，包括语言啊。当时是学语言还是旅游？我当时是学语言，就是学了差不多1年半。然后我当时是打算读硕士的嘛，然后我当时申请到了一个硕士，就是在巴塞罗那的一个大学学中西翻译。很好，对啊，我读了1个月，然后就辍学了。为什么觉得不适合自己？很无聊，就是跟我之前想象的那种很不一样。对，就是因为可能我之前就是可能只接触到过中国的教育体系，所以我有点想去尝试一下，就是看一下国外的教育体系是什么样子的。但是讲实话挺失望的。好像挺差不多的，我也在这边读个硕士，我觉得外面的月亮也并不是特别圆，讲完就走了。对。
所以当时就忽然就觉得，哎，那我为什么在做这件事情？然后确实就是你会觉得内心有一种煎熬的感觉。对。然后我当时感觉自己很压抑，然后有一点，感觉也很沉闷，就是每天也不怎么出去。对。后来就是有一天我大哭了一场，然后我就实在是受不了了，然后我就说这个硕士我不读了。你就辍学了。对，我不要。OK。对。就那个时候才接触了灵修是吗？怎么算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对，就是这个真的是很，就是说是很巧的一件事情啊，但是有时候你会觉得是命中注定的一件事情。对。我当时在西班牙是跟一个西班牙的女人住在一起。然后当时那个房间里面就是他，那个房子里面就是他，我还有一条狗。然后我们三个人相依为命。对，我们在一起住了差不多一年多的时间。然后但是当时我们刚刚见面的时候还没有意识到，后来慢慢就是从我走的这条路，然后会发现哦，原来他是我人生中的一个导师。然后所以就是接触到灵修，其实也是因为他。他自己也有在学灵修，所以对。然后他现在是在我上学的那个地方当老师，当灵修的老师。灵修老师。对。难怪你说女人不说女生，就是她年龄其实比你大很多，应该是吧？对，她50多岁了，差不多。所以你是通过这位西班牙女人，然后去认识灵修，然后你跟着她学习，有点像这样，是不是？我其实在去学校之前，我没有跟她学习过什么，就是辍学之后。对。可是你们住在一起的时候，他应该有哪个点打动了你吧？就是让你觉得，哎，灵修是个我需要的东西。对，就是会让你感觉哦，灵修是，我觉得通过灵修这条路，我可以找到我想要找的那个东西。可是他具体是什么一件事情吗？比如说，哎，你过来，我带你灵修一下，或者是过来我带你或者是我们还是你哪一天回到家之后，发现他在灵修，然后有发出光芒之类的？没有，不是这样子。就是他怎么去打动你？说灵修对你来讲是寻找人生答案的一种方式，他是怎么打动你？就是其实都是从一些很自然的一些谈话中谈出来的。因为我跟他就是住了前半年，我们两个人从来没有聊过这些东西，就是他不会自己主动的去跟我讲灵修啊什么的。对。然后后来我觉得是我自己的那个眼光开始，就是感觉比之前稍微打开了一点之后，然后我开始去问他这些东西。就是我有一次是看了一本关于转世的一本小说，还是一本科幻小说。然后有一天我们是一块出去一个公园，在回来的地铁上面，我就忽然想到了这个问题。我说：“哎，你是怎么看这个转世的？”转世。对。转世就是然后跟那个投胎是对一样吗？投胎转世就是投胎，就只是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对吗？转世就是转世是另外一个身份的嘛，进行还是我们自己吗？还是说没有已经都下一个生命改变身份、改变人了，然后就是应该是灵体转世投胎到下一个人不同的人生阶段。对。然后他就开始就是跟我说，然后他在跟我说的时候，他说就是每一个人其实都是一点光，就是宇宙中的一点光。然后可能就是如果我们去想，就是这一点光好像很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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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就是当你真正的感受到自己是那一点光的时候，你真的就是宇宙中的所有，就是它已经没有说大或者小或者高低之分，就是当然那个时候我没有体会到这个啊，就是他在跟我讲就是这个光的时候，然后包括就是转世的这个概念，还有其实佛教里面会有那个
报应，对吗？就是报应，对对，业障报应，对。对对，其实就是说就是他当时给我讲说，每一个人来到就是这个世界上，这个地球上面都是来学一些东西的。然后呢，大概率是我们并没有学到这个我们本来想要学的东西，所以我们就会把业障自己回去。对对，所以可能就是在下一世，我会把自己放到一个条件更可能是更艰苦的一个地方或者一个条件下，然后去让自己真的在这一生中可以学到我来学的那一样东西。对，然后所以其实就是在灵修的概念里面，就是那些报应都是自己带来的，而不是说一个人为了惩罚你而把这个就你放到是佛这样教的业的概念了，很多业是上一世带来的，然后你这一世要去转化这些东西。对，所以灵修是和佛教相关的东西吗？对啊，我会以为那个西方人可能会更接受那个基督教的那种去天堂的那种想法，所以说到转世的时候，我当时是想，哎，怎么是对，好像跟佛教有一点那个关系。就是灵修也不是跟佛教有关系，就是当你就是慢慢的去了解那些宗教的时候，你发现所有的宗教，不管是佛教、伊斯兰教、天主教还是基督教，所有那些，他们说的都是一个东西，说的都是一件事情，但是可能它是从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角度去讲的，就是包括还有中国的道教。就是他说的也是一样的东西。那后面你是怎么真正进入这个？是他怎么能够接受？你说他其实并没有去引导你，你只是慢慢自己去体悟，然后觉得我有必要自己再去探索一下，所以上个学。所以你是之后有陷入更深的迷惘了，所以你必须觉得自己应该要去了解那个事情了，还是有什么样的过程让你想要接触灵修？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意识到，原来我不会死。就是脑海中会有这样，就原来我就是每一个人，但那个时候我还没有想到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就是都有他自己独特的那一点，都是不一样的。但是在那一刻，我当然是意识到，原来我是独特的，就是我确实是我不是像科学里面讲的那样，像一张桌子，然后或者一张椅子一样，然后都是就感觉好像没有什么生命那种感觉。所以当天晚上我睡觉的时候，然后做梦到我在一架飞机上，然后你们知道我看到了什么吗？我看到了佛祖，我看到了，我猜可能是佛吗？难道真的是？对，就是超大的时候，哇！然后我还看到就是佛祖那个手，你知道吗？就是超级大。你是通过舷窗看到这个状态是吗？云里头。对，就我可能没有看到他整个的那只手，但只是一个手指头，它是超级大。然后就是可能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是也不是说别人给你一个证据向你证明这个它是真的，对吗？但是你心里会有一种感觉，你就觉得这个跟我的感觉是可以对得上的。然后就是从那开始，我其实一直都在有自己去研究一些灵修的东西啊，也没有特别的去学。后来是上这个学校，这个学校其实也蛮神奇的。这个学校是那个西班牙的女人推荐你的吗？还是就是她开的？不是她开的，是她的导师开的。是她的导师开的，所以她也那个西班牙女人也在里面也有灵修。对，她是当老师，对，OK，然后所以这个学校是2020年，就是3月份开始的，也是在疫情刚刚开始的时候。然后就是有了这个，有了这个机会，所以他的老师之前就是他的那个导师，就创建这个学校的，他今年已经79还是80岁了吧？然后他之前有跟那个印度的那个灵修的导师Osho，就是跟他可能一块学习吗？还是一起训练？对。有跟他一起就是学习，然后差不多10年的时间吧。然后，
然后所以他现在其实这个跟中国的那个道教里面也会有这个概念，就是那个炼金术，内在炼金术。然后其实也是灵修的意思，就是你修的不是你的身体，是你的灵魂，对吗？可是要怎么具体的内容是什么呢？这个内在炼金术是怎么修炼自己的灵魂？通过什么样的形式？然后有没有要达到一个什么目的？还是因为我对灵修这个概念还是挺模糊的。对，佳琪老师，你比如说你决定要参加这个灵修班了，你的内心可能对灵修不是很理解。然后比如说你去完了第一堂课之后，你真的具体学到了什么，或者是你真的觉得值得再去，你一定还有再去嘛？所以到底是什么原因？你觉得对你有助益，可能帮助你找到自己了，所以你会愿意再去，对不对？因为你去可能概括你去之前可能跟我们一样对灵修所知甚少，那去了之后你又觉得你自己有什么改变吗？这个课它就是一年是5个星期嘛。然后，所以在这5个星期，其实我们是从每天早上8点，然后一直到晚上8点，就是一直都是有活动的。OK。然后，在说内容之前，我先说，其实我在灵修的那5个星期，就是其实不止一次，我有一种感觉，就是我进了一个邪教里面，我进了邪教里面。所以你去的每一次都有这种感觉？就是会有一些他们做的活动，就是他跟我的一些观点是很对，对，然后他们在做的时候，我就会很想笑，就是我会觉得，我可以理解，因为台湾有很多这种也是类似的。你是觉得仪式让你觉得不安心了？一些仪式性是我们比较无神论者会觉得那些仪式有点傻，但是他们是通过一些仪式让你能够更以服从的心，更以顺从的心去了解这些道理，可能是这样。所以我蛮可以理解那个佳琪老师的说法。对，内容就是我们每天早上8点起来，就是我们一般都是会做一些就是身体上的一些运动啊什么的，比如说跳舞。我不知道有没有听过那个格吉夫，就是他的那个第4道，他有很多的那些身体的律动的舞蹈，就很像中国的太极。但是它可能是有音乐的，然后所以就给它有不一样的那个舞蹈，这是一个。然后还有那个空达里尼瑜伽，我不知道这个中文是什么，对。然后差不多就是这些吧。然后练呼吸，就是呼吸是在灵修里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一般人可能我们在平常的时候呼吸都是很浅的，可能你只是呼吸到这里，对吗？但是就是中医里面会讲的一个丹田，就是你要呼吸到丹田，腹式呼吸，对，就是你这样才可以运气。然后你才，因为很多的就是你的那些气在你的丹田里面是出不来的，就是一种被困在里面的那种感觉。然后所以呼吸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会讲3种呼吸嘛，就是你的腹式呼吸，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在肚子这里面的那种，还有就是胸腔的胸腔呼吸。其实我觉得就是这些都是还是一些外在的东西嘛，它其实有没有真的深入你的内心的状态，让你因为你之前不是因为特别迷茫、特别痛苦、辍学了、不想上了，那个时候精神状态肯定是不好的。你有没有通过这个灵修它一些仪式感的或者这些行为方式把你调整好呢？还是它其实还有除了这些东西外，还有没有更深入内心的东西，探讨自己内心的东西，挖掘自己内心的东西，才让你慢慢走出来？我是这样想。冥想得有冥想，对，就是他的冥想是我们其实每天都会冥想，其实冥想还是会就是讲的中文里面有一句话叫顶天立地，对吗？所以冥想其实是建立这个连接，就是你要跟天有连接，你也要跟地有连接。所以说就是我们在一开始的那1-2个星期，我们其实都是在练怎么样才能够意识到我确实在跟天连接，确实在跟地进行这个连接。
然后其实蛮难的，因为他们的冥想都很长，就是40分钟，然后45分钟，经常我就睡着了。他这个冥想和，因为中国也有这个打坐，就佛教里打坐，就一直坐在一块，脑子是放空的，还是说必须想点什么具体的东西，还是随意想？他会引导你吗？对啊，会四大皆空那种，还是他的论调是认为你要去想一些什么，跟佛教的打坐应该是不太一样。不是，对，不是想，就是你不需要去想任何的东西。就是它其实是一种，那天我是跟我一个学生聊这个，他给我举这个例子，我觉得很好，就是就像一辆火车过去一样，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脑子其实无时无刻的不在想东西，对，然后所以，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会被这个想法带走，对，然后所以其实冥想的时候，就是有一种冥想，就是说你有这个想法，但是你不被它带走。就是你看着这辆火车过去，但是你不上去，那是跳脱出来的，对，就是还是跳脱出来的状态，整个人是有点旁观者的角度，上帝视角的感觉。对，就是这样，就是你要通过就是刚刚你说那个上帝视角来观察你的想法，对，然后观察你的情绪，然后观察你的身体，然后你就不会容易被这些情绪或事件带走，对不对？对，就是你可以对它有控制，就是你知道我什么时候该有，就是我不会被情绪会带走，而是我对我的情绪是有就可以掌控、有觉察的，对，控制，对。那你是就是这个西班牙上了灵修学校之后，后来才萌生了就是从摩洛哥开始回中国的趟旅程是吗？不是，那个是在之前了，我已经基本上快旅游完了。对，你没有，不是你后面不是还又去了印尼啊什么的？对，那是在学校之后吗？对，那个印尼是在学校之后。就前面已经有一段旅程了，中间在西班牙停留了，然后又去旅程。对，所以我是在土耳其，我旅游到土耳其了之后，当时因为确实就是我东南亚任何一个国家都去不了，所以我当时在土耳其停留时间比较久。然后也是，就是说巧不巧，然后那天跟我就是那个导师聊天的时候，然后他跟我说，哎，既然你离西班牙这么近，你为什么不来学校上课？然后我说，哎，那可以啊，就是为什么？我其实之前一直想去，但是我可能要等到2年3年之后，然后当时觉得也可以，所以我当时在土耳其，然后申请签证，然后又去了西班牙，然后上完然后上完课之后，我又回到土耳其，然后又从土耳其去了印尼。所以这个灵修，第一次的灵修，你觉得这个过程有给你带来什么改变？所以你萌生了你还会再去的念头。因为其实佳琪老师，我觉得你是一个你遇到觉得不是你预期的状况，你就不去了。就像你觉得在西班牙求学不是你喜欢的样子，你就很有勇气的直接不去了，就辍学。所以你会想要继续这个灵修的课程，一定是它有一些吸引你的地方，或对你有注意的地方，你才会觉得后几年你都要去。对，假如你要让我们也去跟你一起去灵修参加今年的这个班，你会怎么样的说服我们？笨叔最有机会啊，笨叔有机会。对啊，笨叔也在西班牙，把他拉进去。对，你要给我一些理由。对，他们不光有西班牙语，他们还有英语的，所以其实能去的人蛮多的。对，第一次的灵修带给佳琪老师什么样的改变或启发吗？所以你才想有几个点吧，我觉得就是首先我对我的导师是100%信任，所以就是我觉得在我找到我自己之前，是他一直在帮助我找到我自己。所以我其实当时去报这个学校的时候，我还没有上课，但是我知道这是我一定要完成的一件事情，就是我觉得是在我人生中需要完成的一件事情。然后但是在灵修的过程中，就是那几个月课有一个点，就是会让我觉得就是有一天在冥想的时候，我当时在冥想的过程中当时还没有意识到是我冥想完之后，就是你知道那种你出了车祸之后，你可能有短暂性的那个记忆，
可能会失去短暂性的那个记忆。对。但是你可能记忆那些片段会可能在一瞬间1秒钟几秒钟，然后进入到你的脑海里面。然后我当时那次冥想完之后，然后就是我闭上眼睛，然后我开始去感觉的话，然后我就想起了我出生之前的那个地方。就是它不是一个具体的地方，就是感觉你好像就是那种我一直把我的家当成家的一个地方，但是我好像忘记了我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家。明白。然后就是那种感觉，我当时就是哭了差不多1个多小时，就是那种你会觉得为什么我会忘记这个东西，就是这么重要的事情我为什么会忘记。然后所以那一点对我来说是震撼，有点像那个佛教的顿悟那种感觉，突然之间明白了一些东西。对，然后你就忽然感觉当时你看向窗外，就是那种感觉眼前的世界好像跟我之前看到的世界都不一样了。这是一点，然后后面慢慢的，其实这个后面第二点其实特别冲击我的，是最近，其实最近发生的一件事情，因为他这个学校这整个1年间，他都是有导师陪伴你的，所以他有他的学习计划，所以可能我们每一周，然后都会开会，然后看一下对方怎么样，然后来包括在生活中，就是真正的运用，就是把你学到的东西运用到你的生活上去。我就觉得你最早不是8岁的时候就已经思考过自己是谁这个问题，现在你其实想明白问你找到了你是谁吗？但是我感觉他现在找到好像是他自己是一个永恒的存在，在以前就存在，现在也会存在，以后还会继续存在。我现在听佳琪老师的语气是笃定的，佳琪老师觉得他找到自我了。那佳琪老师，你找到自我的这种感受是在第一次灵修课后，还是其实以后的事情？对，就是你知道，它属于一个，就是你可能一开始是一个概念，就是包括比如说我8岁时候有了这个问题，我是谁这个问题，它对我来说只是一个脑海中的一个想法，就是包括其实我做梦到佛祖的那一天，其实它一直到后面这段时间我都是知道，就是它是一个信息，我好像知道我是就是永恒存在的、永恒的或者怎么样。但是就是你真正的去感受到你是永恒的，这个是你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就是前一段时间我们学校有留了一个作业，就是给自己，就是可能我们有不一样年龄段的人，就是给自己写一封信，对，写一封信。然后，但是就是充满爱的信，但是你是要从上帝的视角去给自己写这封信的。哇！我在写那封信的时候，我哭到不行，我写了1个多小时。然后就是你会感受到，其实很多的一些宗教里面都讲过，就是上帝就是爱，对吗？就是包括比如说像伊斯兰教里面那个阿拉，他是没有形象，他不是一个人。对。然后，阿拉好像我记得之前有人告诉我，好像阿拉就是爱的，就是宇宙中爱的那个声音。然后就是我在写那封信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到，就是中文里面说那种大爱，就是跟我们朋友之间的那种爱，或者是家人之间的那种爱，或者是很不一样的，就是它特别的，就是可以融化所有的那种感觉。然后我觉得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是最近的这3个星期或者1个月的时间，就对我生活中的改变就是很大很大。很多之前担心的一些事情，或者会把你往下拉的一些事情，然后好像都没有，就是在你身上没有那么大的力量了。对，就是你会有一种其实是有人一直在陪着你的这种感觉，就是你可能有很多就是孤独的时刻，或者你觉得很痛苦，你觉得我没有希望，但其实一直都是有人就是在陪着你的，就是只不过可能就像太阳一样，太阳每天都会升起来，
但是他不会告诉你我在哪儿，他会照亮你，但是他不会告诉你。对，这个其实佳琪老师的一个作业是写一封信给自己，但是其实写信的人虽然是你自己，可是其实那个自己是已经跳脱，用一个不同的视角，然后看着自己在这里的那种感觉。对，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佳琪老师的说法我蛮能体会的啦，因为在台湾的话，很多人信佛教、信伊斯兰教、信基督教，大概都会把自己心中的那个神想成是那种大爱的一种代表，所以他们都会有类似相同的感受。不过灵修，你认为自己这种东西算是宗教吗？还只是一种心灵的追求？我不觉得我不觉得它是宗教，因为它没有任何强迫的东西，它是你自己就是内心的一种寻找，我觉得是，就是你不像有一些宗教，你要烧香，你要拜佛，你要祈祷，好像才能得到那样的东西。但是灵修好像是透过一种自我的反思、视角的转换。那你的同学他们都是比较迷茫的那一种，还是说生活中有很多不如意的地方，他们需要答案，需要？我们的那个群体里面，那个队伍里面，其实除了我之外，都是拉丁美洲的人，然后有一半其实都是巴西的，然后就是灵修这个东西在巴西遍地都是。就是就他已经不是说一个别人去找的一个东西，就是我觉得在他的文化中、社会中，然后就已经很深的存在了。所以当就是他们会去找这些东西，如果他们找到，就是他已经，我觉得不是说寻求一种内心的慰藉，是生活方式的吗？对，我会有这种感觉。我记得曾经有一次我有问过，就是我那个导师，就是我当时还是很迷茫嘛，我会觉得，哎，什么是灵修，什么是宗教，这两个的区别到底是什么？然后他会跟我说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在宗教里面，上帝是在你之外的，但是灵修，上帝是在每个人的心里，就是对，就是万物有灵论嘛，就是它是在万物皆有灵，你是对，就是你是上帝，每个人都是上帝，而不是说外面有一个上帝，这个有个上帝在看顾你那个感觉。对，这的确是。还有一点好奇，刚才因为你刚才说顿悟那一点，就是你看到自己的真正的这个之前的这个生活，就是甚至来到自己现在这个家庭之前那个生活，你是有画面感吗？还是你感知到那个地方的存在？我觉得是感知到那个地方的存在，就是它好像是一个记忆，就是很深很深。能不能就是以现有能想起来那个感知，就是把它描述一下，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因为我们其实没有画面，很难想象出来那个是什么样一个状态。我觉得就是我现在能想到的一个画面，就是宇宙的那种感觉。然后我是这个宇宙中的一小部分，就是那种感觉。然后就是满天的星光的那宇宙是吗？满天星光的那种宇宙，差不多，对，我们几个都陷入沉思，突然之间感觉好像有点难理解。所以佳琪老师，我刚刚听你的语气是很笃定的说你已经找到自己了，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们找到自己是怎么样的感觉？然后你觉得自己是怎么样的自己呢？对，你现在的自己跟你以前在寻找的时候的想要找的那个自己是不是同一个人？然后你凭什么认为现在找到的自己就是你要寻找的答案？还是觉得其实在某种层次上你还在追寻？你觉得你在哪一个阶段？我现在感觉是这样的，就是我之前总是会去外界寻找一些东西，寻找陪伴，对，寻找爱，寻找，可能跟一个人在一起是因为我想要他的陪伴，对吗？然后，但是现在就会有一种感觉，就是我不需要这个东西，就是我想要跟你建立另外一种连接，就是一种，就感觉好像你的生活中
没有像你之前感觉的好像缺少了很多东西一样，然后所以总是在找，总是在找。不是缺少，不是因为缺少而需要的连接，对不对？可能是对形而上或灵魂的上的想法上的一个就是连接，分享，我觉得更多的是分分享。对，嗯哼，我觉得分享很重要。然后，但是也不是说一直都是这样的一个状态，你肯定也还是会有，就是体会到，就是感受到你感受到无助，感受到害怕，情绪就是你的那部分还会有这样的。对，但是可能就是你会更好的去，呃，处理嘛，更好，对对，嗯，就是可能不会像之前，你会感受到害怕，你会感受到无助，但是伤心，然后但是你不会像之前那么绝望了，就是对，因为现在你已经不在火车上了，你就看着无助的这个火车，就像一般列车过去而已，所对，就以是因为你不会被它左右，它一定会过去，就是不管我们有什么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或者有什么样的情绪，它一定都会过去的。所以佳琪其实有个问题，就是我觉得你从小有这种想法，你肯定相对不是一个特别普通的孩子，因为我们一般普通孩子还在玩泥巴的时候，你已经在想这个事在情。流鼻水。对，就是你的成长环境是不是对你这个本身这个性格呀，或者这个想法有很大的影响？就是能不能分享一下你生活的环境、家庭父母、家方面是吗？庭等等？我其实从7岁的时候就不跟我爸妈住在一起了，就啊是啊跟我一样。不是说我当时去学围棋，对啊，也不跟他们住一块儿。嗯，你是去到另外一个城市吗？对，另外一个城市嗯啊，嗯，你对。也是哈然后那佳琪老师啊呢？你7岁的时候做了什么事？去了哪儿？我做了什么？我没有，你去了哪儿？我所以去，8岁的时候你其实问我是谁是吗？对，因为7岁的时候因为你说怎么了？7岁没有跟父母住在一起，那你去哪儿了？嗯嗯我当时就是回老家上学了，其实也没有哦，说是因为家庭嗯支离破碎啊什么的，然后嗯嗯或者对对对，怎么样，就一样。是对，然后我爸妈他们是在北京，所以嗯可能一年见的次数不是说特别多吧。对嗯，我爸妈他们是，就是我觉得跟普通中国家长父母没有什是么太大一样的。区别，就是忙着对。赚钱，可能爷爷奶奶对对，帮带孩子啊，或者对，像我就去寄宿学校了嘛，我爷爷奶奶也没时间管我。哎，嗯，对，佳琪老师，其实你是独女吗？嗯独生子女我不是，我有一个哥哥。你还有个哥啊，哥，OK？对嗯你哥对，哥跟你一样会想这些有的没有的吗？没有，我跟不会，我跟嗯我跟我哥哥哥其实，个性完全不同对对对对，我爸妈其实经常会说，他们很希望我是我哥，然后我哥是我，就啊。是嗯为什么？对，因为为什为他们会，我觉得这个是很就是男女观念问题嘛。他们觉得，因嗯为我其实一直都是那个要出去，不管嗯是找答案或者来探索这个世界也好，然后但是我嗯，对，哥可能是在家里面待着那个，所以他很想我们两个人换一换。换一下啊，啊，对，佳琪老师，你这种追寻的过程其实蛮有意思的，所以你现在觉得你已经找到了自我了，那找到自我的状态，你现在已经找到自我了，你等于也找到了人生的某种层次的答案了，这对你对未来生活的计划有什么不同吗？就是说，你找到自我之后，你对你的未来会有什么不同的想法？然后你已经没有那么受到情绪左右了，所以你对未来的视角肯定也不太一样。所以找到自我这件事情有没有对你的未来产生了什么样的特别的变化？就是这一件事情，就是你会觉得没有未来这个概念，就是这哦，没有一个个固定的未来吧，没有过去，没对。有未来，没不有现在，断的在变化。就对，是这个层次没又比那个，有什么，嗯这个层次又比上次那个 Dolores 老，Dolores 师还还高了，高了耶。我们因为 Dolores 老师说，我们人生是有个终点嗯的，那个美嗯，好的终点就在等着我们。所以不管对对，我们沿途的路怎么样的曲嗯折改变，沿路的嗯风景不管是怎么样，你要深嗯信自己可以看到美好的未来在等着你。对，这是 Dolores 老师的理论。那你嗯的理论是，或许你不会需要未来的一个 vision 存在，不需要。
就是这个未来，这个美好未来就在眼前，就是在现在，就是它不是在下一秒。现在就是最美好的状态。OK。对，它没有在下一秒，它没有在下一分钟，没有在也不需要刻意明天追寻。OK。对，就是你知道，我意识到，我就是后来最近这段时间意识到一个事情，就是因为你知道宗教里面会讲天堂和地狱的概念，对吗？有一天我在去做核酸的路上，然后我在排队，然后我在停下来，然后就看了一下身边的世界，你会觉得天堂就在这里，就是你不需要做任何的事情，你只需要停下来，然后去感受，你就能感受到天堂。天堂一直都在，然后一直也会在，而是只是你的视角不同了，所以你看到的东西不同了。对，心理状态。那可是天堂会传来声音说：“哎，你怎么快往前走一走？”是吗？没有听到。还没有做核酸的业主，做核酸的赶快来。可是对啊，那一刻想要停下来去感受那个场景，但是可能会有那个噪音。突然有个警卫突然打你，赶快往前走。回来了。不要再做梦了。那佳琪老师，天堂随处都在，在灵修的概念里，地狱也是随时都在嘛？我的意思不是我们想象中的地狱，而是人间就有地狱嘛？灵修的概念里是这样子的吗？地狱也是随时存在的，所以就是 mindset 决定了是天堂还是地狱，对不对？对。其实我还有一个比较好奇的问题，就是这种灵修探知自我这种状态，因为像你说的，天堂就是现在，就在当下。你现在有这种感受之后呢，就是按道理对自己的心境有没有影响？就比如对看了很多事情的时候，这个角度啊，有没有情绪的变化等等，有没有更平和一些，或者更觉得更怎么样一些等等？其实我现在可以理解佳琪老师很多 Instagram 上的那些视频的内容。现在听你这样讲你的心情，我就蛮能够体会为什么你在一些视频讲的东西其实是蛮深的。比如呢？比如哪一个视频？很多啊，就是像比如说有一次讲到那个什么非黑，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啊，还有很多颜色。那我们其实一般人看到的不是对就是错嘛。像这个理论看似简单，但是你通过一个不同的角度去讲去阐述，就蛮能深入人心的。对，他的 Instagram 可能是因为他的本身这个状态，所以已经形成一定的风格了。对，能感受到投射到。有时候有一期我不知道干啥，就慢慢的说这个到底带这得什么带这种带到天上去那个，我感觉挺有意思。对，挺有意思的。他确实还把自己的思想慢慢融入这些东西，所以他风格比较特立独行一些，很有特色，是这样。对。但我感觉其实你有时候比较容易愤怒呀，面对一些不公的状态的时候，这东西你为什么没有跳脱出去看待呢？就是我今天忽然意识到一个事情，就是其实在灵修里面会讲愤怒它不是一个坏的东西。就是因为人需要有愤怒才能，就是因为其实所有的我们有的情绪它都是就像一枚硬币一样，它是有正面和反面，反面。对，所以要看你怎么去用。就比如说在一个法庭里面，一个法官如果他真的想要去说服另外一个人，他要有这种对正义的拥护，其实他的这一个能量他是从愤怒那里来的。所以就是它不一定是一个坏的东西，而是你怎么去用这个东西。对，就你的意思就是其实和很多东西都相通，还是接纳自己嘛。不管是各种情绪也罢，不管这个世界也罢，或者不管自己怎么样吧，首先还是都是最底层是接纳自己情绪的，所有东西都要接纳了，然后你才能看到真正的那种状态。然后好像有些视频做起来，我觉得有些人或许觉得怪怪的，但你觉得那个怪怪的也是我就是这样，很又奇怪又有趣又 funny 又 strange 那种，我感觉很难形容。我感觉得奇怪，我是觉得挺有个人特色。对，我是就是我觉得这样从这样的视角去看世事，看所有的人，去看所有的事件。你都会通过一个比较上帝视角去看之外，你也不会让自己的心情有太多的起伏，但是你会有自己独到的见解跟想法。对，所以我觉得
带着这个心情做自媒体，我觉得会成为很独特、很独特的一种方式。所以做自媒体是跟你的你要追寻的这条道路是契合的，对吗？比如说教中文啊，佳琪老师先问你一个简单的问题，你喜欢做自媒体，对吧？对对，是你喜欢的工作。我喜欢人，我感觉就是我喜欢跟人有接触有交流。我觉得自媒体是一个途径，就包括现在我们在做的那个中文的那个社区，其实也是对。我就可是你有一喜欢个目标吗？比如说你要做到什么？就是这个自媒体你要做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或者是你未来对自媒体有什么样的期望打算，还是说就是我随意？其实一开始就是做自媒体为了赚钱啊，我觉得就是很对对，现实的这个东就是对对对，就是在应该接受 Instagram 上面，当然对，在 Instagram 上面找一开始的想法了，在 Instagram 上面找学生，然后可以上课。对啊，哎，我很好奇，你和 Puna 这个个社群到底是经营什么，主打什么？就是主要是给一些可能他可能没有时间上学，或者没有时间上课，或者觉得课时费很贵的一些学生，就是在自己学中文嘛，然后给他们一些支持吧，就是免费的，有免费的也有收费的，是吗？对对对对啊，明白。在那个 Discord 上面，对不对？对对对那已经开始了吗？对，但是还没有开始收费。目前还是走免费的。佳琪老师给你一个假设我现在是要学中文的学生，那你可不可以稍微介绍或推荐一下你们这个 Discord 的上课方式、内容或模式？我会同时见到2位美女老师，还是付费前是见到1位，付费后见到2位？就是说见到多一点，见到2位老师。我对你跟布南老师 Discord 那样的课程，我可以帮其他的观众学生们问一下，到底是怎么样的形式，可不可以稍微介绍一下？好，是这样子的，我们就是因为布南老师也有做这个 YouTube。对，然后所以我们会把就是每周这个 YouTube 视频的文本，然后包括关键字、关键词，还有翻译，就是都。所以你们会做一个课程吗？还是不是你们这个课程？还是聊天？就是它是一个会员制。它属于一个会员制，所以呢，在这个会员制里面，我们是提供这些东西，就是文本，然后包括还有一些测验，就比如说你可能你想做一些小测试，关于中国的文化或者历史，或者是那你们的课件的内容是怎么样的？我们不上课，我们不给他们。不是，他们其实提供东西，像咱们的计划是一样的，就提供这个 YouTube 的文本，然后后来做一些小测试啊等等，这些都是收费类型的东西。但是他们有一个社区是可以免费进入的，应该是这样。对对对，是这样的。文本的主题可能会是什么呢？文本是他们自己做的视频啊，他和 Puna 做的视频的文本，所以可能各种主题都会有。对对对。然后还有我们每个月，然后也会发2次，就是这个私密的这个 podcast，然后也包括文本在里面。然后还有就是每个月都会有2次，然后我们会打电话，是会视频聊天的，所以每个月是2次，然后1次45分钟。会员可以打电话跟你们聊天。对，对对对。然后还有在 YouTube 上面，在那个 Puna 老师的 YouTube 频道上。就是在 Discord 里面。在 Discord 对 Discord。对对对。然后还有就是还有一个专门的一个那个问答的一个频道，那你可能在中文或者关于其他方面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放在那里，然后我们都会解答。对。好，所以这个有兴趣的，那有兴趣的学生怎么跟你们联络呢？还是对啊，因为好像 Discord 好像比较欧美比较火，但是可能亚洲的学生不太了解吧，这个平台。对，对，但是我觉得就是我们的那个，我们是这周，当然可能你发出去的时候已经好多周之后了，我们发。我们我们后面可能排到1月去。对，所以佳琪老师现在如果有学生要报名的话，他们应该要怎么做呢？或者是他们可以就是去到我和 Puna 的这个 Instagram 上面，然后我是Speak Your Chinese，然后Puna 老师是 Acquire Mandarin。
Acquire Mandarin，所以对，然后所以我们的这个 bio 里面有这个链接，就点进去就可以，就可以直接加入。OK， 那目前还是免费的方式，对不对？对，其实我们的这个社区有很多就是免费的内容，大家可以分享的还蛮多的。因为我们这个社区它有分成，比如说你可以分享音乐、分享电影，然后分享一些学习材料，包括还有一个是我们可以互相纠正，在这个社区里面，还有这个社区里面的聊天是有分级的，可能也是初级的、中级的或者高级的学生，那你可以专门在这个里面去聊天。佳琪老师刚刚聊到你做 Instagram， 一开始当然我们大部分的人都是为了盈利为目标嘛，对。但是随着佳琪老师越放越多佳琪老师，你说你做 Instagram 4个月之后都还没有4个月前都还没有涨粉，对不对？4个月后开始涨粉了，那可能是不是你做视频的方式有点改变了，所以你就开始涨粉了？对，方式改变了，然后频率也改变了。更新频率每日更吗？日更吗？每日更2个，当时是还每日2更啊。对。然后就开始涨粉。方式上你觉得你做了哪些改变？我其实当时就是做了一些所有做语言账户的人都会做的一些视频，比如说 how to say 什么什么，对 how to say 什么什么，对，所以就是确实是就一开始我觉得在做自媒体的时候，如果想要涨粉，尤其是 Instagram，其实是要放弃一些东西，就是可能你就是算法做朋友，对，就是你可能粉丝涨上去了之后，其实你想发什么其实都无所谓，对吗？对。但是但可能一开始确实要做一些妥协，我觉得。佳琪其实做的好像大多是纯中文的，但是他面对就是初级或者再高一点点的那个水平，说话语速挺慢的，我发现。对，我的学生大部分都是初级的。对，他有比较明确的定位。然后呢，因为好多初级老师还用英语教，其实少了用中文教的初级的这个东西，他刚好进去了，然后做的比较好，我是这样想。我看你们可理解性输入的视频做的都不错，你跟 Puna 老师做的油管视频都是看出来你们很用心的做每一个视频，就是包括那个组织那个文本的语言和那个特效什么的，我觉得都是你们2个合作，我其实挺开心的，就觉得真的你们第一很搭，第二然后你们内容都很棒。就咱们聊这个工作，就聊一下佳琪的这个交友观吧，他怎么会和 Puna 老师走在一块儿，或者你会以什么样的标准去结识朋友？我感觉我的朋友蛮杂的。对。现在其实我在国内能认识朋友的机会不多，还有就是我感觉朋友其实，有一些朋友可能他会一直就是在你生命中都会存在嘛，但是其实我大部分的朋友，因为我从小就是从这个地方搬到另外一个地方，然后又搬到另外一个地方，所以我的朋友也很少有那种就是从小到大都认识，然后一直玩到现在的。跟你生活经历好像，你是搬来搬去换学校，到西班牙面基。我们对，本老师，我们需要好好聊一下。不会看书不会过没有多久，我发现那个Ben叔也在灵修了吧？一起参加灵修班，很近的。然后所以就是因为我感觉我的朋友都是做什么的都有，什么年纪的也都有。然后什么性格的也都有，所以然后很多的其实都是可能，只不过我们在就是一个地方或者在这段时间里面，然后认识了，然后其实玩的还蛮开心的，然后可能之后我们2个人就都分开了，所以大部分朋友其实都是这样子。搞得很像露水情缘是怎么是这样的？过客了，大部分我们遇到的人可能都是人生的一个过客。就是我的意思，就是你和哪种类型的？虽然你说很杂，
但是总会有一些人相对更容易和你接近一些，你更喜欢和他们结交一些，对吧？对，就是我觉得可能是那种会向内走的人，就是会有一些反思，对生活有一些反思，然后然后可能如果是我一般不会跟特别就是张扬的人然后交朋友，就感觉我们两个人不是在一个频道上，可能可以说话，但是不会成为就是很好的朋友。那你来分析一下普娜老师的性格吧，我感觉你俩既然是合作伙伴，应该可以分析一下。我们反正也认识普娜老师，普娜老师是那种你很容易可以跟他谈心事、交心的人，很友好，比他性格很好，对，然后很善解人意的那种，包括我们工作上的事情，就是合作了可能有1个月，可能不到吧，但是我们就是什么事情就是都很顺，也没有说是你们两个谁是敲板的那个人？因为我觉得你们两个都比较随意的那种，肯定得有一个人说，哎，我们这么做吧。我们2个人感觉，就我们现在在选那个，我们打算再创建一个 Instagram 账号嘛，我们在选那个 logo 名字，然后对名字也是，所以就是我们2个人都会给对方一些选择，然后商量着来，可能你觉得这个怎么样，然后我觉得这个怎么样，可能这个颜色不太好看，我们要换一个颜色，那好，那我们挑一个还有没有就让2个人都比较满意的这个颜色。所以我觉得我们2人在意见上没有说特别大的分歧，所以就到最后好像都能融到一块儿去的那种感觉，特别有默契的感觉。就像你说，可能普娜也是相对会内省一些人，很多时候会比较的去考虑对方的想法，你可能是这种类型的人。对。也没有什么，因为我们其实一开始他有跟我讲过，就说如果有什么事情就是一定要说出来，要跟对方讲，对，不要瞒在心里。对，大叔们，我得麻烦你们收个尾，因为我1分钟后有一个课。你不早点1分钟后，那我们就收尾吧。你什么？不是你，那你们收一下可以吗？因为我得那个。闪一下，你现在就要离开了。这个今天聊了很多关于佳琪老师的这个灵修，还有他的生活，还有他的目标，还有他的新的跟这个普娜老师合作的这个 Discord 的平台。那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佳琪老师。那佳琪老师今天跟你聊得太开心了，我们也学到很多灵修的东西哦。那下次有机会再邀请佳琪老师哦。好。我觉得我很感激，就是能有这样一个平台跟大家来分享来聊天。对，终于见到了佳琪老师了，因为我觉得我们很想聊。你在视频Instagram 没见过，对，感觉没有，就是聊第一次就是这个对面对面的聊。是的，好，那咱们今天就先这样吧，因为笨叔马上有课呢。对，我们下期见，下周再见了。链接都在视频下方。对啊，好的，好，大家再见了，再见，拜拜。哇，变数好急哦。对。